清明回家的高速休息区，我捡到了一堆人。所以你男朋友因为白月光怕打雷，把你扔这里了？许新月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。我指向旁边的林有容，所以你怀着7个月的孕被扔在这儿，是因为你老公要去接小青梅？林有容伤心的点着头。不用问了。我是被抛弃的真千金，小暖是被重男轻女的姐姐。我看向一旁瘦弱乖巧的女孩，恍然大悟，合着全世界的虐文女主都给丢这个休息区来了，被我这个爽文女主捡了。清明这天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。我在高速服务区停好车，刚想去买杯热拿铁续命，就看见了这魔幻的一幕：4个女的，大包小包，跟逃难似的，缩在便利店门口的挡风板后面。一个挺着大肚子，脸色惨白，手一直捂着腰；一个穿着职业装，高跟鞋跟都断了一只，脚踝肿得老高；还有一个看着像是大学生，眼妆都哭花了，成了熊猫眼。最离谱的是，边上还蹲着个看起来才11、12岁的小姑娘，冻得鼻涕直流，正把手里唯一的半个面包往那个孕妇手里塞。我这人平时最反管闲事，作为乔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关我屁事，关你屁事。但我那辆顶配的大 G 实在太显眼，那个小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跟我那个死去的没用的妈临死前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，绝望又带着点不该有的希冀。我啧了一声，手里的车钥匙转了2圈，最后还是插回了兜里。喂，我走过去，靴子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。这儿离市区还有80公里，没车没信号，你们打算在这儿淋成落水狗？那个穿职业装的女人最先反应过来，下意识挡在其他人面前。我们在等人，声音都在抖。我嗤笑一声，指了指那个孕妇发紫的嘴唇。等谁？等阎王爷收人。上车。我不耐烦地拉开车门。我不收过路费，也不卖人，纯粹是今天过节，想积点阴德。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4个女的挤在后座和副驾，那种劫后余生的松弛感让车厢里瞬间充满了低气压。我把刚买的热牛奶一人扔了1瓶。说说吧，怎么凑一堆的？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，这一问，好家伙，直接给我干沉默了。副驾上的职业装叫许新月，今天是她去领证的日子。结果半路上，那个谈了7年的男朋友接了个电话，说是白月光在家里怕打雷。那男的二话不说，把她扔在服务区，就去哄那位娇滴滴的白月光了。后座那个孕妇叫林有容，30岁，本来是华尔街回来的金融高材生，为了爱情洗手做羹汤。结果呢，今天去产检路上，老公那青梅发了个定位，说车坏了，她老公就把怀胎7月的她赶下车，让她在服务区等着，她去接完人就回来。这一等就是3个小时。那个大学生叫程听雪，真假千金剧本里的那个倒霉真千金，好不容易被找回家，爹不疼娘不爱，全家自驾游。假千金说晕车，不想闻到陌生人的味道，他亲爹亲妈就把他扔下了，说让他坐大巴去追他们。最惨的是那个小孩苏暖，12岁，5年前家里生了2胎弟弟，停车上厕所的功夫，一家人光顾着逗弟弟笑，直接把车开走了。我心里有了底，这恐怕是小说世界串线了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唯一的意外。我原本是剧本里处处跟女主作对，最后家破人亡的恶毒女配，但我觉醒了。我撕了剧本，干翻了想要吞并乔氏的私生子，把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踩在脚下。我现在是爽文大女主，而他们还在原本的虐文剧本里挣扎。既然老天爷把这些倒霉蛋送到了我面前，那就是天意。车里气氛沉闷的让人窒息，我实在受不了这股子煤气，伸手在车载屏幕上狠狠点了几下。下一秒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在封闭的车厢里炸开，高亢嘹亮的歌声瞬间盖过了所有的哭声。4个女的都被我吓了一跳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哭哭哭，大过节的福气都哭没了。我吼了一嗓子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，把那些人渣先放放，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饭。今天解包场，你们几个归我啦。车子驶入市区的时候，天上已经飘起了细绵的小雨。路过一家大型生鲜超市时，我把车停下了，下车买菜。我本来打算订个5星级酒店的外卖送家里，但我看你们一个个魂不守舍的，得找点事儿做。做饭会吗？许新月举手，声音小小的。我会。我做饭很好吃，以前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。说到那个他眼神又暗淡下去。行，今晚主厨就是你啦。我打断他的伤感，雷厉风行，做给我吃，他不配。进了超市，这几个女人的状态明显不一样了。许新月挑肉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有光的，她熟练地翻看五花肉的纹理，跟卖肉的大叔砍价，那架势不像个被抛弃的怨妇，像个精明的主妇。林有容虽然大着肚子，但挑水果的眼光毒辣，不愧是以前搞金融的，对数字和性价比极其敏感。程听雪虽然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但胜在听话，让她推车就推车，让她拿醋就拿醋。最让我心疼的是苏暖，这孩子太懂事了，他一直跟在我身后，也不说话，就默默地帮我整理购物车里的东西。我看他盯着货架上的那盒进口巧克力看了很久，那是好几百一盒的牌子，他看了看价格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后默默地把视线移开了，转头去拿旁边特价处理的打折糖果。姐姐，这个划算。他仰着头，讨好地冲我笑，买这个吧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火蹭蹭往上冒，这得是被家里那个2胎弟弟逼成什么样，才会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懂事。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特价糖，扔回货架，然后把那排最贵的巧克力全扫进了购物车。姐姐，苏暖吓坏了，一个劲的摆手，太贵了。闭嘴，我有钱，我乐意烧钱。
你管得着吗？小姑娘被我凶得一愣，眼圈瞬间红了。但我看见她紧紧抓着那盒巧克力的手，指节都泛白了。买完东西，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回到我的别墅，已经是下午4点。这是一栋位于半山腰的大平层，落地窗能俯瞰整个城市的烟火。平时这里冷清的像个样板间，今天却不一样了。许新月一进厨房，就像变了个人。她挽起袖子，指挥若定：听雪，你把菜洗了，暖暖，你帮我剥蒜。有容姐，你坐着别动，帮我尝味道就行。我靠在厨房门口，手里端着杯红酒，看着这一幕，烟火气。这是我那个死去的妈一辈子都想在这个家里得到，却从未得到过的东西。那个渣爹把私生子领进门的时候，我妈也是这样，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天，想用一顿饭挽回那个男人的心。结果呢，那个男人吃着她做的饭，宣布要把私生子立为继承人。我妈当晚就跳了楼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女人的贤惠在人渣眼里一文不值。乔小姐，帮我拿个盘子。许新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放下酒杯，走过去递给她一个精致的骨瓷盘。叫什么乔小姐？生分叫姐。乔姐，乔姐，这鱼怎么弄啊？太滑了，抓不住。笨死你算了。我走过去，手把手教她。厨房里响起一阵哄笑声，就连一直愁眉苦脸的林有容嘴角也挂上了一丝笑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菜陆陆续续端上了桌，糖醋排骨、红烧肉、清蒸石斑、白灼虾，还有苏暖特意包的各种馅料的青团，满满一大桌子，香气扑鼻。我们5个人围坐在餐桌旁，每个人的面前都倒了一杯红酒，苏暖杯子里是果汁。我举起酒杯，来吧，走一个。敬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敬我们都没死在那个破服务区，敬我们今天这顿饭，敬更好的明天。干杯！5个杯子撞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这声音比那首好日子还动听。林有容喝了一口热汤，眼泪突然就下来了。她哽咽着说：“我结婚5年了，每次过年过节，我都要在婆家忙活1天，做20几口人的饭，等他们吃完了，我才能上桌吃点剩菜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刚出锅的热乎饭。”程庭雪也吸了吸鼻子。我也是在那个家，我永远是多余的，他们只给妹妹夹菜，我就像个透明人。苏暖没说话，只是埋头大口大口地吃着排骨，吃得太急噎住了。我赶紧给她拍背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许新月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感激。乔姐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过。我摆摆手，刚想装个逼说2句场面话，突然巨大的砸门声像惊雷一样在客厅里炸响，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。那种刚刚建立起来的温馨和安全感瞬间被这粗暴的声音击碎。我走到玄关，打开可视门铃，屏幕上是一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男人的脸，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但此刻却显得有些狼狈。许新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他这一嗓子，我对上号了。这是许新月那个谈了7年的渣男顾言，他在外面吼：“那个开大 G 的女人把你带走了是不是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婷婷那边出了点事，需要你去处理公关危机。你还是不是我的秘书？这点职业素养都没有吗？不就是把你扔服务区了吗？多大点事儿，至于闹离家出走吗？”这一字一句听得我血压飙升，把人扔在高速上，转头还要抓人回去给白月光擦屁股，这特么是碳基生物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许新月跟在我身后，下意识的想要去开门，想要去解释，想要去顺从。乔姐，我去吧，看来这个饭今晚是吃不成了。我听得一股无名火起，一把按住他的手。凭什么？我们忙活一下午，今天这饭必须吃。我冷笑一声，在 S 市除了我乔令仪，还没人敢说封杀这2个字。我一把拉开大门，寒风夹杂着顾言的怒吼灌了进来。许新月，你个蠢货，终于肯出。顾言看见开门的是我，愣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看到了躲在我身后的许新月，那股子颐指气使的劲儿立马就上来了。他无视我，直接伸手就要去拽许新月。还躲？跟我走！现在立刻马上！你知道婷婷因为网上的留言哭得有多伤心吗？你赶紧去发个声明，说你是自愿下车的，跟婷婷没关系。他的手还没碰到许新月的衣角，我这一巴掌用了10乘10的力气。顾言被打懵了，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甩了甩手腕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垃圾，冷笑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但你踩脏了我家的地毯，这一巴掌是教你做人。顾言显然没受过这种气，他脸色涨红，眼里的凶光毕露，扬起手就要打回来。许新月尖叫一声，想要冲上来挡在我面前，但我比他更快。我是练过散打的，当初为了防止被那些私生子绑架，我可是实打实练了3年。我侧身躲过他的巴掌，抬腿就是一脚，狠狠踹在他的肚子上。顾言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像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。我精准地踩在他手背上，狠狠碾压。现在知道疼了？我弯下腰，盯着他的眼睛。把未婚妻扔在高速上的时候，你想过他疼不疼吗？让他给你的情人写洗白声明的时候，你想过他疼不疼吗？顾言是吧？顾氏集团那个靠着做假账才勉强上市的破公司。顾言的瞳孔猛地收缩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冷笑。作为爽文女主，掌握全城豪门的黑料，那是基本操作。许新月是你最好的秘书，你把他逼急了，信不信明天税务局就去你公司喝茶？顾言慌了，他看向许新月，眼神里终于有了恐惧。新月，你出卖我！
许新月站在那里，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男人，这个他爱了7年、仰视了7年的男人，此刻像条狗一样被人踩在脚下。他眼里的恐惧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。我没有出卖你。许新月的声音还在抖，但却异常坚定。但我现在觉得，乔姐说的对，你不配吃我做的红烧肉，更不配让我给你那个白月光擦屁股。滚！他指着电梯口，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那个字。滚啊！顾言被这一声吼镇住了，他从未见过这样歇斯底里的许新月。以前的许新月是温顺的，是听话的，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。行，许新月，你有种，你别后悔。离开了我，你在 S 市别想找到工作。他指着我，还有你，给我等着。说完，他灰溜溜地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许新月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然后捂着脸嚎啕大哭，不是伤心，是发泄，是把这7年的委屈全部哭出来。我没去扶他，这种时候让他哭个够才是最好的治愈。林有容和程听雪跑过来抱住他，3个女人哭作一团。苏暖站在旁边偷偷抹眼泪。我看着这几个哭成泪人的女人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片刻的胜利，电梯门叮的一声又开了。这一次走出来的是一个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。看到站在门口的我们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视线落在了林有容身上，眉头瞬间皱成了川字。有容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妈在家饿得胃病都犯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做饭？电话也不接，我还得跑出来找你。你知道我很忙吗？语气里全是理所当然的责备，仿佛林有容不是个怀着孕被扔在高速上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不懂事不顾家的罪人。林有容原本还在安慰许新月，听到这个声音，整个人僵住了。她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那个男人，这就是她的丈夫，那个曾经在大学校园里发誓要照顾她一辈子的男人，那个让她放弃了华尔街100万年薪，甘愿洗手做羹汤的男人。此刻，她关心的不是她的身体，不是她有没有受冻，而是他妈饿了。我眯起眼睛打量了她一通，哦，这是林有容那个凤凰男老公。我刚活动开的手腕又开始痒了。喂，那个戴眼镜的，你妈饿了不知道点外卖吗？手断了还是脑瘫了，还得让一个孕妇回去伺候。那男的这才注意到我，推了推眼镜，一脸的不悦。你是谁？这是我们的家事。他又看向林有容，语气加重了几分。有容，还不快跟我走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。小雪的车修好了，她好心送我过来的，就在楼下等着呢。小雪是哪位？哦，好像是他那个捧在手心里的小青梅。林有容扶着腰站了起来，眼神慢慢变得冰冷。刚刚那一幕，我和许新月的反击像是一颗种子种进了他的心里。李浩，他看着那个男人开口，声音还带着颤抖，但字字清晰。我们离婚吧。李浩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有容，别闹了，你还怀着孩子呢，赶紧跟我回去，妈还等着吃饭呢。老夫老妻了，别耍小性子了。说着，他就要伸手去拉林有容，那只手还没碰到林有容，就被我半路截胡了。我捏住他的手腕，反向一拧，杀猪般的惨叫声再次响彻楼道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打那个顾言还没过瘾，这会儿手正热着呢。等，放手！你个疯婆子！李浩腾的脸都变形了，在那乱蹬腿。我另一只手也没闲着，反手就是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这一巴掌比刚才打顾言那下还响。嘴巴放干净点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嫌弃的在衣服上擦了擦。这是我乔丽姨的地盘，想撒野，滚回你妈怀里去。李浩捂着肿起来的半边脸，惊恐地看着我。乔令姨，乔氏集团那个女魔头。看来我的恶名在 S 市还是挺响亮的。李浩眼里的嚣张气焰瞬间灭了一半，但随即又转变成了另一种无赖的嘴脸。他看向林有容，开始打道德绑架的牌。好啊，林有容，你攀上高枝了是吧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死乞白赖要嫁给我的。这几年你在我家吃我的住我的，我妈把你当亲闺女待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。过节的时候不回家，跟这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你对得起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这就是不孝，是不守妇道。我听得拳头都硬了，刚想上去再给他松松皮，林有容却拦住了我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，但眼神已经不再软弱。李浩，我们要不要算算账？结婚的时候，那是我的婚前积蓄买的房，写的你的名字。这5年，你的工资全交给你妈保管，家里的开销、房贷，甚至你妹妹的学费，哪一份不是我在华尔街赚的老本？你妈把我当亲闺女，会在我孕吐最严重的时候逼我给全家手洗衣服，会在今天这种天气让你把我扔在高速上，只为了去接你那个怕打雷的青梅竹马。李浩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你胡说什么？小雪那是妹妹。林有容笑得凄凉。妹妹，
妹妹会坐在副驾驶给你喂水果，妹妹会半夜给你发只穿睡衣的照片。李浩，我不傻，我只是为了孩子一直在忍，但今天我想通了，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寄给你，至于孩子跟你没关系，我会让他姓林。李浩慌了，他没想到那个任劳任怨的软包子真的会反抗，而且一反抗就是绝杀。他眼珠子一转，露出了最恶心的獠牙。行，离就离，但是林有容，我告诉你，是你先提的离婚，你是过错方，你要净身出户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是我的，你还得赔偿我妈的精神损失费，不然我就去你以前的公司闹，去网上曝光你，说你婚内出轨，攀附权贵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又是一巴掌，这次是对称美学，把他另一边脸也打肿了。身败名裂，我冷笑着逼近他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乔氏集团的法务部养了100多个顶级律师，正愁过年没业绩冲呢。你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我会查清你每一笔婚内财产转移，我会让你那套写着你名字但花着有容钱的房子被强制执行，我会把你在公司收回扣、搞暧昧的证据发给你老板，我会让你在这个城市连个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我指着电梯口，眼神像看死人一样。现在给我滚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你横着出去。李浩被我的气场彻底碾压了，他哆哆嗦嗦地指了指林有容，又指了指我，最后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抱着头狼狈地逃进了电梯。随着电梯门合上，楼道里终于安静了。林有容身子一软，靠在我身上。谢谢。他闭着眼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爽吗？他睁开眼，看着空荡荡的电梯口，突然笑出了声，一边笑一边哭。爽，真他喵的爽！这是他第一次爆粗口，但我觉得很好听。她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了。我们回到屋里，菜已经有点凉了，但没人介意。我们把盘子端回厨房，重新热了一下。这一次，大家吃得更香了。然而，老天爷似乎觉得今晚的戏份还不够足。就在我们刚要把那盘清蒸石斑消灭干净的时候，门铃第3次响了。这次不是砸门，而是急促的带着某种焦躁的按铃声。我走到门口，打开可视屏幕，一对中年夫妇站在门口，满脸的焦急，旁边还跟着2个穿着制服的帽子叔叔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里。那个中年妇女指着我的门，定位显示暖暖的手表就在这儿，肯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。这么大的别墅，指不定是干什么黑产的。警察同志，快救救我女儿，她才12岁啊！好一出贼喊捉贼！我打开门，那对夫妇一看见我，就像疯狗一样扑上来。是不是你拐了我女儿？把暖暖交出来，不然我跟你拼了！民警赶紧拦住他们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先了解情况。民警看向我，敬了个礼。女士你好，这2位报警说他们的女儿被定位在你家里，请问？在。我大大方方地承认，侧身让出一条路。正在里面吃饭呢。那对夫妇冲进屋里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餐桌旁，手里还拿着半块巧克力的苏暖。暖暖。那妇女冲过去，一把抱住苏暖，开始嚎啕大哭。你这死孩子，吓死妈妈了！你怎么乱跑啊？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多担心你？那个服务区那么大，我们一回头就不见你了，找了你1下午啊！演技真好。如果不是苏暖在车上告诉我，他们在服务区停了不到5分钟就开走了，我都快信了。苏暖被他妈勒得喘不过气来，他僵硬的任由抱着，眼神空洞。找了1下午。我靠在墙上，冷冷的插话。那为什么我在服务区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淋了3个小时雨？那男的脸色一变。哼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那是为了赶路，没注意。再说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关你什么事？他指着我的鼻子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，是不是想诱拐我女儿？我无语，指了指这一屋子的豪华装修。我乔氏集团董事长犯得着诱拐一个12岁的小姑娘，倒是你们……我眼神犀利地盯着他们。遗弃未成年人，这可是犯法的。警察同志都在这儿呢，要不要查查高速监控，看看你们是怎么把孩子扔下的？那2个民警对视一眼，眼神变得严肃起来。那对夫妇明显心虚了，女人松开苏暖，改打感情牌。暖暖啊，跟妈妈回家，弟弟还在家等着呢，一直在哭着找姐姐。你也知道弟弟离不开你，晚上没人哄他，睡不着。又是弟弟。苏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，他抬起头看着那对所谓的父母，眼里最后的一点光熄灭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跑到我身后，紧紧抓着我的衣角。他大喊道：我不回去，我要给乔姐姐当妹妹。在这个家，我只是个保姆，是个多余的人。你们只爱弟弟，从来没爱过我。既然把我扔了，为什么还要找回来？是为了让我继续伺候弟弟吗？那妇女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暖。你怎么能这么想爸妈？你也是爸爸妈妈心尖上的孩子，爸爸妈妈当然也爱你的呀。就在这时，那男的的手机响了，是个视频电话。他下意识地接通，屏幕里出现了一个4、5岁的小胖墩，正在那撒泼打滚。哇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喝奶。
家里只有奶奶，我不要奶奶，我要妈妈。那一瞬间，那对夫妇脸上的焦急变得无比真实，比刚才找苏暖的时候真实了100倍。哎呦，宝宝别哭，妈妈在呢。女人对着手机屏幕，语气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妈妈马上就回来，给你买了好多玩具。妈，你怎么不哄哄他？行，我们马上回去，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们挂了电话，转头看向苏暖，语气无奈又带着威胁。暖暖，别闹了，快走，弟弟哭了。那男的伸手就要拽苏暖，苏暖往我身后缩了缩，我挡在苏暖面前，轻轻拍拍他安抚。他说了不回去，你们要是敢强行带人，我就告你们虐待儿童。我乔氏有的是律师陪你们耗。那对夫妇愣住了，他们看看我，又看看那个豪华的别墅，再想想家里那个哭闹的宝贝儿子，权衡利弊，只用了1秒钟。暖暖，你真的太伤爸爸妈妈的心了，就当我们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说完，他们居然真的转身就走，连头都没回一下，甚至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生怕耽误了回去懂儿子。警察同志都看傻了，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这父母当的。警察做了个笔录，叮嘱我有事随时联系，也走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苏暖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。姐姐，我没有爸爸妈妈了。我蹲下身，把她紧紧抱在怀里。谁说的？我擦掉她的眼泪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亲姐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姐就把他腿打断。许新月和林有容也围过来，把苏暖抱在中间。还有我们呢，咱们是一家人。这一刻，屋里的温度比暖气还热。据我所知，世界现役交叠，那必然这4家都得轮流找上门来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神秘的伟人小说世界，别管，就是都得找上门的。果不其然，11点半，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停在了我家楼下。没过多久，程家父母坐在了我家客厅的真皮沙发上，他们穿着考究，举止得体，完全没有刚才那2拨人的狼狈，但眼里的算计却比谁都深。哎呀，乔总，久仰大名。程父一上来就跟我握手，满脸堆笑。小女不懂事，打扰您过年了。这孩子从小在外面长大，没规矩，您多担待。是啊，听雪，还不快谢谢乔总？你看你怎么穿着别人的衣服，成何体统？程听雪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小声说：爸妈，你们把我扔在服务区了，太冷了。程父脸色一僵，随即打哈哈。哎呀，那是误会，这不是车坐不下了吗？想着你年轻，坐大巴也能回来。再说了，那是为了锻炼你。你看，这不就锻炼出人脉来了吗？他话锋一转，看向我。乔总，既然听雪跟您这么投缘，您看咱们2家那个城南的项目，是不是可以谈谈合作？只要您点头，听雪这孩子以后就留在您身边，给您当个助理，端茶倒水都行。我看着这副嘴脸，只觉得反胃。这就是所谓的亲生父母，在他们眼里，女儿不过是个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物件。假千金是用来宠的，真千金是用来卖的。合作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晃着手里的红酒杯。程总，乔氏的合作门槛可是很高的，就凭程氏那点资产还不够格。程父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乔总，您这话就……不过，我对听雪这孩子确实挺投缘。我放下酒杯，从包里掏出一张支票，200万。我把支票拍在茶几上，买断他跟你们程家的关系。什么？程家父母惊呆了。乔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我拿出一份早就让律师拟好的断亲协议书，签了他，拿着这200万滚蛋。以后程听雪跟你们程家再无瓜葛，他的户口我会迁出来，他是死是活，是富贵是贫穷，都跟你们没关系。程父看着那张支票，眼里的贪婪根本藏不住。程氏最近资金链断裂，急需现金周转。这200万虽然不多，但也能解燃眉之急，而且还能攀上乔氏这层关系。这……程父假装为难。听雪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300万。程父眼睛当即一亮，眼珠子滴溜滴溜转。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流动资金。程家虽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，但也并非高门大户。他最近看上的项目很需要这笔钱。签，马上签。他拿起笔，刷刷刷签下了名字，连看都没看程听雪一眼，拿着支票，拽着程母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生怕我反悔。客厅里，程听雪拿着那份断亲书，手一直在动。我被卖了。他看着我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。傻瓜！我走过去，抱住他。你是被赎身了，从今天起你是自由的，那300万姐花的值。程听雪扑进我怀里，哭得撕心裂肺，那是重获新生的哭声。那年之后，我的别墅就不再冷清了。许新月在我的投资下开了家私房菜馆，生意火爆的不得了，连那个顾言都想来蹭饭。
但被许新月拿着扫帚打了出去。听说顾言后来公司破产了，因为税务问题进去了。许新月去探监的时候带了一碗红烧肉，当着他的面倒进了垃圾桶。林有容把孩子生了下来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叫林生。他出了月子就进了乔氏集团，重操旧业，成了我的 CFO。那个李浩因为财产转移被查，不仅净身出户，还背了一屁股债。现在在送外卖，每次送餐到乔氏都不敢抬头。苏暖被我正式收养了，改名叫乔暖。他考上了市重点中学，成绩全校第一。他那个亲生父母后来又来找过几次，想认亲，被苏暖直接报警告骚扰。那个二胎弟弟被宠坏了，成了个小混混，天天在家啃老打爹骂娘，那是他们的报应。程天雪毕业后也进了我的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了。他那个程家早就破产了。每一年我们5个人都会聚在一起过年过节，桌上的菜越来越丰盛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和幸福。小林生在地毯上爬来爬去，抓着我的裤腿叫干妈。我一直喜欢安静，我家连个保姆都不带请的。但从那天后，我家再也没安静过，充斥着欢声笑语与烟火气。可我却觉得心里暖洋洋的，也很安心。我看着这一屋子的人，忍不住笑了。这里或许早已不是小说世界了，我们全都跳脱出了自己原本的剧情框架，重构了人生。我们都成为了掌握自己剧本的大女主。